高市早苗上台以後，国会里头的一个质詢，你说这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你這個意思是，難道我們要跟中國大陸開戰嗎？高市早苗採取的一個方式就是我不收回，後來又發酵成了一場北京和東京之間的一個外交衝突。高市早苗把安倍的說法再往前演繹了一點，所以高市早苗瞬間變成搞事早苗。他的邏輯是，大陸這邊進行封鎖的話，那是構成了啟動集體自衛的條例。日本因為被麥克阿瑟整治之後是一個閹割國家，主權並不完整，沒有一個真正的部隊，但是他的部隊又是真的。自民黨內的安倍派為什麼還能夠影響高市早苗呢？大家好，我是來自寶島台灣的歷史哥李修。大家好，我也是來自寶島海南的陪你一起看史的王驍，歡迎來到視頻播客島島連線。哎呀，我們這個島島也是稍微割了一下，但是我們這個立刻我們要重新開始來把它給恢復過來。最近呢太精彩了，而且很多事情我跟你說，要麼呢是涉及到這個中國大陸整一個國際戰略的這麼一個安排，另外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國力啊，或者是外交啊，或者國際戰略啊，打的是有模有樣，有招有勢，所以呢很多的這個外部的這些勢力，導致他們也都有了自己的一些情況。那我們要整體來進行一個分析，而很多事情最後啊都會涉及到我們的兩岸議題。首先第一個就是大家最近聊的高市早苗上台以後，有一個很經典的他們這個日本國會裡頭的一個質詢，就是一個反對派的議員跟這個高市早苗說，你說這個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哇，你要不要收回這個呀？你這個意思是，難道我們要跟這個中國大陸開戰嗎？然後高市早苗他採取的一個方式就是我不收回，就是他也不解釋，但是他就不收回。然後呢，這個事情後來又發酵成了一場北京和東京之間的一個外交衝突，然後現在呢，兩邊呢都有過激言論，但是呢，現在也都是逐漸的呢，在回歸到我們進行一個戰略上面的一個討論。然後另外一個事情啊，就是大陸對台灣島上面3個人發了一個通緝令，這個也是非常好玩。所以這些事情我們怎麼樣把它連在一起，對不對？我們先說一下日本，就是日本這個高市早苗的這個事情，歷史哥來說一說你的看法。高市早苗他這一次的具體呈現，過去都講哦，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這是安倍的說法。高市早苗糟糕的地方是他把它再往前演繹了一點，所以高市早苗瞬間變成搞事早苗，對吧？大家說那麼高市這來搞事的，我覺得他會洗滌很多綽號啦，以他目前這極具特色的嘛，什麼媽媽桑啊、車力巨人，最新叫搞事。那這裡面到底原因是什麼呢？因為他的邏輯是，如果大陸這邊進行封鎖的話，那是構成了啟動這個集體自衛的一個條例嘛。那大家也知道，日本因為和平憲法當年是戰敗國，然後被5星天皇麥克阿瑟一番整治之後，日本是一個閹割的國家，它的主權並不完整，它沒有一個真正的部隊，但是它的部隊又是真的。你說這什麼真假啦？說沒有真正部隊是真的，因為我們都知道，軍隊最重要的2件事，一個是防守，一個是進攻，而日本的進攻權是被拔掉，所以它不能叫軍隊，它叫自衛隊。所以我們看日本的話，常看到海上自衛隊、陸上自衛隊、空中自衛隊，那就是這樣，所以叫空自、海自、陸自是這樣的一個概念。可是日本呢，他們長期以來啊，這一種對於強國的追求跟迷夢是長期的，尤其是二戰雖然經歷了重挫，但是二戰之後朝鮮戰爭爆發的時候，美國大幅的加強日本作為後方基地嘛，相當於給日本開了一個小灶。第一，這一些除了最甲級的戰犯被處理掉之外，很多人就沒有被處理掉了。所以今天的日本政客為什麼這麼用？因為當時美國急需把日本作為戰後應該說是作為整個朝鮮半島戰爭的後勤基地，所以呢，本來在日本戰敗之後，1945年，當時根據波茨坦公告的要求啊，日本必須被閹割掉戰爭能力，而這些戰爭能力通通都回來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很多大財閥今天還是當年那一部戰爭機器的遺緒，它的這個 logo 啊，台灣人叫 Mark 啊，很多都是造飛機的，比如說最有名的 Mitsubishi 三菱葉子，馬自達開馬自達當然會遲到，要小心對不對？那個翅膀，所以大家了解到了嗎？這裡面他們就是當年這個大財團的這個遺緒。那日本在二戰的時候，雖然借着這一些後方做軍事啊，做相關的這一些零組件啊、維修啊，所以它的工業基礎得以迅速的恢復，人才重新受到重用，整個活絡起來，就盤活了日本的經濟。當然，日本當時他們的政策也是相當聰明嘛，他把從美國轉移出來的這一些白色家電啊、輕工業啊，他們做了很大程度的吸收跟布局嘛，所以就創造了日本最有名的這個神武景氣嘛，然後就而後的發展，大家都很熟悉了，直到泡沫經濟的時代。所以大家要知道，日本現在這代政客，他們心目中在他們小時候對於那一種日本那個意象是非常發達跟強大
打是整個亞洲的領頭羊，世界經濟第2強，這樣的靈魂是根植在日本這些人、這些政客，尤其因為右翼沒有被清算徹底，所以就會長期存在。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談中日關係的時候，你會覺得比起來都很愛左右橫跳，但韓國人就相對的來得懂得禮節一點。雖然是宇宙大國，但他們總會玩出一點花樣。比如說最近我們看到李在明，一開始很多人也不是很喜歡他，覺得他怎麼先去跟川普低頭了嘛？這我們之前講過一集，結果後來我們的預言還真的是成功了，就是李在明確實用了相當漂亮的方式，把董王唬得不要不要的嘛。上次有提到 YMCA 朝鮮儀仗隊，然後再來一個金王冠，哇，全部就搞定了。今天我們也會稍微聊一下這一塊。好，所以拉回來，日本的問題就在這裡，這個就是他們的靈魂，所以他們一直迷望着說自衛隊應該要回到那個真正的軍隊，那個才是強大日本的表現，那個才是日本這一大堆大企業他們當時的原型啊，就是基於軍需工業，基於這個強國強兵的一個狀態，那才是完整的日本。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幽靈的牽制之下呢，日本的政客但凡有點機會，他們就會展現出右傾的傾向，尤其是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因為這個自民黨當時就是把這一些右翼的政客收攏之後，按照美國的意願把他們安定下來。那這個安定下來又結合上日本從明治以來那個不透徹的從上到下的改革，所以這些議員就變成世世代代像個封建領主一樣，大名已經不在了，但是這些從武士階層所演化出來的國會議員成為新時代的大名，然後呢，世世代代的一棒接着一棒，不斷的在他的領地之上擔任國會議員，進而進入內閣，進而甚至當上首相。最有名的當然就是一家三相的安倍晉三嘛，從岸信介他的外祖父到他的叔祖父佐藤榮作到他自己，而且任期都非常的長，但是他是來自一個鄉下小地方的一個國會議員，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構，所以導致日本在轉向的時候，它的複雜度又比韓國來得更大。還有一個是日本的整體的規模也是韓國的2倍以上，所以它本來它的複雜度也更高。還有一個因素是它是美國駐京的核心，所以這幾個因素扣在一起之後，那我們就來回答剛才王蕭問我的那個關鍵的問題，我怎麼看這一次歷史背景交代完了，再來就是高市早苗個人的一個狀態，他的上台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甚至不惜跟自民黨長期死對頭維新會來合作，這件事情幾乎是在前首相菅義偉的臉上踐踏嘛，因為菅義偉本來就是屬於關西這邊相當話事人，結果呢瞪着人家的臉，可是他沒有辦法了，因為公民黨實在是吃不起高市早苗背後那一團貪腐集團，他背後最大的貪腐集團就是麻生太郎這一些黑了政治現金的這些家伙，結果高市上來把他們統統除罪化了嘛，所以麻生派是高市最後能夠成功翻盤的關鍵嘛，這就是他欠的一。第二，以這個大阪關西作為核心的一個維新會呢，他們長期在關西這邊的賣點就是他比自民黨更右，再加在地性，所以這是他們的基本盤，所以他也必須非常的右。而且大家了解到，在關西喊右，相當於站着說話不腰疼啊！你在東京喊右，你要顧忌到東京是日本的政治中樞啊，大阪是經濟跟文化中樞，這個在東京的這些外國使節團都沒什麼感覺啊，所以關西來的議員特別右，特別是大阪維新會就是特別愛鬧。好，所以高市欠第2條，因為他是靠維新會加進來，他才能就閣外聯合嘛，就是這些人不入閣，但是他聯合在一起。第3個，高市早苗呢，他所模仿學習的對象就是安倍晉三，這也是他主打的路線，他的一般老百姓的支持度主要是來自於這樣的一個標籤。所以你看欠了這麼多債，第4個他原本的人設就是極右翼，所以呢這些東西讓他在上台之後，他必須急速的讓這些東西有一個落地，好撐過所謂日本首相1年的考察期，否則他就變成那1年1項之一，就他前任石破茂的一個概念，或者是安倍第1任啊，你也可以看到一大堆這種1年1項的狀況。所以當高市早苗順利的處理完川普跟這個中國國家領導人見完面之後，接着他的民望送到80%嘛，他就必須去面對這些事情。那借着他這個80%的民望的時候，我覺得他就來了這一招。可是我認為他太急於求成，這跟高市早苗的性格也有關係。你看他在處理就是這些事情的時候，他是非常非常急促，而且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包含跟維新會談判的時候，所以要鞏固自己，要就完蛋。高市早苗從政就是這樣嘛，他從一個很正常的一個學者出身的官員，到後來在國會裡面是以賣人設為主的，你就知道這個人他跟安倍有個特質是類似的，只要能夠成功，我啥都可能幹。所以呢，他剛才欠了這麼多的債，他必須要還，所以他就來了一個比安倍晉三更加激進的，超越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說法，就是當大陸這邊如果在台灣有這個軍事上的行動，而且只是封鎖的話，就是觸發日本集體自衛權。這件事有2個大點是非常可怕的。第一，你還當台灣是你的殖民地嗎？這是中日最敏感的問題啊。
第二，因為台灣確實不是日本的領土了嘛，琉球是不是都要帶商榷，對吧？那你相當於是一個攻擊型的說法哦，那你不就落實了自衛隊往軍隊轉型的邏輯嗎？第三，潛藏在下面的點是什麼？日本早早的已經把出雲級直升機母艦改造成可以讓 F-35B 做起降，並且已經做過正式試驗了，它也訂了飛機了。那等於是更加落實了你這個直升機護衛艦原本還可以強行解釋成說我這自衛是拿來反潛用的，因為大家也知道直升機主要反潛嘛。結果你換 F-35B 不就是進攻型武器了嗎？那你這個自衛隊還是自衛隊，你這是軍隊。但如果是軍隊，那就是摧毀了中日在基於1945年依照波茨坦公告的天皇投降詔書的基本邏輯啊。那這個事情就非常的大條，這也無怪乎啊，中國大陸外交部的回應是如此的強硬，直接說4個字叫迎頭痛擊。所以這件事背後之嚴重性是在這裡，這是我就對於這個高市早苗這些行為，但是你可以了解到，他是基於他的國內需求，他的自身的執政需求去講這些話。但是我認為他低估了整個在 APEC 之後，或者說2025年這個大變局之後所出現的整個東亞的地緣政治的新的態勢。我覺得我們可以繼續去深挖一下，就是高市早苗他的這個個人需求是什麼？因為當我們去看到日本政治的時候，我們要看到這樣的一個事情，就是日本所謂的政府領導人他是日本首相，但是呢，日本的这个制度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我们之前也和觀眾朋友們介紹過，日本的制度呢，它是一個內閣制，所以說它是其實是老百姓去選的是議會議員，然後呢，議會議員們來選誰來當首相，它是這樣的一個東西。這個小事開大會，大事開小會，相當於啊，在日本國內啊，誰來當首相這個大事不是所有的這個國民來決定的，而是這個議會裡面的這幾百名議員來決定的。那麼好，議員們呢，它又分成各個黨。那麼日本最大的這個黨叫做自由民主黨，所以簡稱為自民黨。這個自民黨呢，它裡面又分了大量的派系。為什麼呀？因為它不是一個因為政治理想而結合成的一個黨，它是當年冷戰時期呢，為了首先在國際上面反對中蘇，在國內呢反對日本國內的左翼勢力，被美國被 CIA 給傳起來的一個黨。之前呢，它叫自由黨和民主黨，所以傳起來叫自由民主黨。它是這樣的，所以所謂55體制就是1955年的時候，自由黨和民主黨被傳起來了。那這樣的一個黨，那麼自民黨呢，這樣傳起來的1955體制呢，我們一看就可以看得出來，它不是一個有政治理想的，它完全就是一個為了反對而形成的東西。那麼好，首先第一，冷戰結束了，已經沒有說在國際上面需要反共的這個壓力了。然後國內呢，日本經過幾十年的這個改造，它已經相當於是一個非常保守和右翼的社會，在政治上面啊，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哪怕在歐洲，在北約這樣的地方，很多的國家它其實是有左翼政黨的，對吧？英國有工黨，德國有社民黨，法國有社會黨等等等等。但是呢，日本是沒有成勢力的左翼政黨的。就哪怕今天我們說日本民主黨，就是之前那個鳩山由紀夫領導的那個黨，你不能說它是左翼勢力，它無非就只是不跟那個自民黨這波人玩而已。但是它並不能說在日本代表左翼勢力，對吧？所以說日本自民黨它是一個大帳篷，它裡面有各種派系。這種派系是怎麼樣形成的呢？為什麼會有派系呢？日本呢，它分為大量的選區，每一個選區呢，這裡呢都會形成一個所謂的門閥，就好像我們說這個安倍晉三，安倍晉三其實是一個在東京長大的政治世家的孩子，但是呢，他的選區其實不是在東京嘛，他的選區是在鄉下。那麼為什麼在鄉下的這些人願意選他呢？願意選他來代表他們在東京行使權利呢？因為啊，你選他，那麼好，他就相當於是形成了一個他自身在當地的這麼一個利益鏈條，就是比如說，哎，你有工程啊，那你要跟他家關係好，那才能拿到工程。然後呢，他去了，他就可以呢在東京幫你爭取中央的撥款，給當地有這些撥款。然後呢，比如說學校啊，各種聯合會啊，各種工會啊，等等等等，他們的利益是圍繞在他身邊的。但是呢，不是說每一個人都像安倍家這麼有實力，很多地方你可能是小門閥，就是比如說當地，可能當地啊也有2、3個門閥，那誰來呀？那你就必須要拜碼頭嘛，你就大哥，今天這一屆我想幹，那2個門閥你能不能想辦法幫我壓住？我去，我絕對跟着你混，大哥，哎，就這樣子。那你來了，那我願意來幫你，那你是不是得歸還我一點東西？那你就相當於加入了我的派系，這是一種。另外一種，就有一些地方啊，它不一定是門閥，哎，它可能爆冷來了一個新人，要麼呢是門閥換代了，這個老人退場了，新人上來了；要麼呢是另外一種，就是啊，這家裡面啊，他沒有產生一個新的接班人，那可能這個老門閥呢，他退了，他是用什麼辦法？他讓他的秘書來接班他的政治遺產，那你去東京，我接着幹。還有一種是什麼呀？就是有一些新人，比如說我們就類比於像奧巴馬這樣的人，你其實沒有什麼政治門閥，但是呢，你通過
過一些方法，像鄭麗文、像奧巴馬，我通過互聯網，通過一些清新的面貌，或者通過一些別的方法，或者说呢，当年这個門閥和當地的這些利益集團啊，你鬧不贏了，鬧不清楚了，那好，我就趁勢崛起。趁勢崛起之後呢，我去東京。但是你說你算誰呀？你在當地你能夠號召選票，你來到東京你算老幾？所以你來到東京，你想接着做嗎？你想接着做，你未來選舉你要有錢，你要有媒體幫你報道進行宣傳，你要有人帶你玩。東京，哎呦，轄關這麼多衙門，這麼多機關，這麼多的處室，你說你怎麼可能夠搞清楚啊？那你要拜個碼頭，拜一個大哥，拜誰做大哥呢？就拜那幾個老人家。比如說，我一直說長得最像那個哆啦 A 夢裡面小夫的那個人，就是麻生太郎。麻生太郎就是現實世界中小夫長大的樣子。這個是自民黨，他是這樣子。那麼日本首相，我之前在我們的線下那一次啊，我提出來這麼一個觀點，我就說嘛，一方面以前呢，我做節目我跟大家分享，我們不要把國家擬人化，同時我們也不要把政客擬人化，政客也不是人，越大的政客，地位越高的政客越不是人。你不要去研究高市早苗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高市早苗其實沒有自己的派系，他是別人的派系把他推上來的，他不是某一個派系的老大。高市早苗作為其他派系推上來的這麼一個人，他其實叫做代理人，代理人是沒有自己的人格的。但是高市早苗可不可以有自己的人格？未來也許可以有，取決於什麼？取決於你高市早苗能不能做下去。這個你能不能做下去，又取決於什麼？取決於你的支持率。那麼我們就進入到所謂的日本首相。日本首相是一個什麼樣的職位？首先我們會回顧日本首相這個職位的歷史，我們會發現日本是一個換首相換得非常非常頻繁的這樣一個國家。所以說他的首相有很多的首相，大概的政治壽命就是1年左右。為什麼是1年左右？日本的國會一屆大概是5年，那麼他的這種情況呢，就是你這一屆呢5年到差不多的時候，那麼呢你就應該要解散這個議會，要重新去選，這是最正常的方法。但還有第二種方法，就是在日本的憲法裡面有這樣的一個權利，日本首相可以跟天皇申請說我要解散這個議會，重新選舉，重新選舉就要重新來一次。大家可能會疑問，他為什麼要解散議會呢？因為有的時候，比如說我當上這個首相了，但是呢我這個首相的權力來源呢，並不是我這一次選舉勝了，然後我當上首相了，而是呢上一次選舉贏了，然後呢自民黨是最大的黨，所以說呢自民党的黨魁就自動變成首相。但是呢我不是帶領这個黨贏得選舉的人，而是之前的人，但之前的人已經下去了，我是接他的班上來的，但我並沒有帶領大家贏得選舉。但是我們又知道德摩克拉西它是一個叫做多數票決制的這樣一個體制，誰能夠帶來多數票決誰就牛，它的合法性是來自於每一次的票決的授權。那好，一般如果說对自己很有把握的首相，或者說想要獲得更穩定权力的首相，他就会希望能夠解散議會重新大選。所以我們之前看到石破茂進行了一次大選，結果呢沒選好，比之前更糟了。那我們再來到高市早苗，每一個日本首相他有一個情況，就是他有1年的這麼一個試用期，並不是真的有1年的這樣的一個試用期，只是說呀，他的黨內大佬們要試驗一下說，你到底有沒有能力 carry 我們這個政府。如果說你這1年啊，哇，這個支持率刷刷往下掉，那你就算了，你別幹了。因為什麼？你回頭再幹2年3年，準備要大選了，你現在這個支持率這麼差，我不可能讓你帶着我這個黨去大選的，那回頭我們這個党不就完了嗎？所以說啊，一般你有1年的這麼一個試用期，石破茂試用期不過，石破茂的支持率太低了，真的太低了。石破茂呢，虽然我们说啊，你看他在卸任前发表了一番關於2戰時期的演說，雖然呢也不是非常讓這個東亞人民滿意，但是呢他呢也是着吧，也算是呢拐彎抹角的說了個道歉 ，OK 了，你這繼續努力，你呢未來有機會變成叫做所謂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是呢在日本你這個稱號是沒有用的，未來呢你可以成立一個 NGO 專門做中日之間的交流，這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呢現在這個生態位呢也不太好做，現在這個生態位被那個鳩山由紀夫給代理了，之前一個是村山富市，現在是鳩山由紀夫。就是如果說這個石破茂你未來想做這個事情呢，你要跟那個鳩山由紀夫去捲，但是呢他也有機會，畢竟他是自民黨出來的嘛，鳩山由紀夫是民主黨的，代表性更好。对，代表性更好。如果說啊你這第1年你能夠做好，那麼你下面呢第2年第3年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啊黨支持你去解散議會，搞一次大選。如果說能搞成下一次的大選，如果說啊自民黨可以過半數，那麼高市早苗就徹底坐穩了，高市早苗就會像安倍進
晉三一樣徹底坐穩這個寶座，然後呢，他就可以開始他的執政。那個時候，等到那一天的發生，我們可以再重新回頭去研究高市早苗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高市早苗才會越來越體現出自己的人格化。但是今天，我覺得大家稍安勿躁，不要着急討論一個試用期的日本首相，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OK， 那在這個試用期，高市早苗他的一個盤子是什麼樣的？讓我們來看一下。高市早苗他的這個盤子啊，有3派在影響他的人，有2派是在議會裡面，有1派是在民間。第一派叫做自民黨，尤其是自民黨內的安倍派。為什麼自民黨內的安倍派這麼強？大家會說，安倍晉三不是都已經死了嗎？安倍晉三現在都已经要上幼兒園了，怎麼安倍晉三還能夠影響高市早苗呢？因為心胸開闊嘛。因為什麼呀？安倍做首相的時間太長了，所以安倍的政策依舊在影響日本的國內政策。安倍做的時間越長，越多的利益集团都捲入到了安倍的那套體系裡面。他們是不是支持安倍，這並不重要，但是他們必須要支持安倍所留下來的那套政策。因為如果不遵守那套政策，那他們的所有的政治纲領就垮台了。这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他必須要依舊走安倍政策，這是他們在自民黨內和對他們選區的各種利益集团的一個承諾，所以他們必須要繼續走安倍路線。那麼這就是所謂的叫做安倍派，甚至我們可以說他是後安倍派。但是這些人他們要保證你高市早苗，你可不能脫離安倍路線。當年石破茂就在某種程度上想要脫離安倍路線，所以說他們把他給造反了。那麼今天高市早苗你不能脫離安倍路線。那麼好，安倍路線其實有很多，你到底用什麼方法來論證自己不會脫離安倍路線？高市早苗用了一個非常好的方法，就是直接說把安倍的語錄拿過來自己背誦。安倍最著名的語錄是什麼？就是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實這句話不是安倍在任的時候說的，這是安倍卸任之後說的。所以你就知道安倍對日本政壇的影響有多麼大了。他就說了這句話，而且我們要注意啊，立憲民主黨的反對派議員在繼續質詢高市早苗的時候，他說：“那你這個意思是你要跟中國大陸開戰嗎？你是不是意思要這樣？”但是你會發現高市其實沒有解釋，高市只是咬定了一句話，就我不撤回這句話，但是他其實不解釋為什麼不撤回這句話，他也不說我要開戰，他什麼都不說，他就說我不解釋這句話。你問他撤不撤回，他說我不撤回。那你要打仗嗎？我不回應。所以我們要知道，一方面我們從中國人的情感上面來講，我們非常反感這句話；從大陸人的角度來講，非常反感這句話。但是如果說我們今天我們作為一個政治的觀察者，我們不去把個人情緒帶入，我們還是回到我剛才那句話：國家不要擬人化，政客不要擬人化，不把高市早苗當成一個人，你把高市早苗當成一個利益集团代言人。然後呢，高市早苗你會發現他只是堅持要說這句話，但他不解釋這句話他的意思是什麼，就是他其實是在跟他的黨內，就是我走安倍路線，你們不要推翻我，這是他在進行一種党的發言。这就是他的第一個。第二個派系是維新會，維新會代表的是什麼？維新會代表的是叫做日本青年保守派或者日本青年右翼。這些人到底是一種什麼思想？我之前跟大家做過一個節目，我說的是日本啊，經過冷戰整一個美國統治下，強迫日本把日本改造成了一個反共機器之後，日本就不可能變成一個親華的國家，日本一定是一個反華的體制。這個反華你不要管它是真的反華，還是呢它必須要把反華作為一個政治口號，就是日本在脫離美國控制之前，日本是不可能对自己的外交政策做出一個天翻地覆的修改的。日本的反華必須是印在它的國家的戰略裡面的一個東西，無非就是啊，我今天是明着反還是暗着反。然後呢，這個反華它其實無所謂，它會不會真的出動，它不一定出動的。但是呢，它不能把這個東西給摘掉，因為這是美國給他的任務，它是美國霸權的掛件，你作為掛件，你是不可能去影響霸權的。因為我要注意這個事情。我們再回到這裡，我們再把這種情緒，我們作為中國人的情緒，把它給剝離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些右翼青年，他們還想做什麼？他們其實是希望在經過了幾十年之後，日本的右翼青年裡面有這樣一種思潮，叫做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的思潮，其實在各個國家、各個社會、各個區域都有這種所謂民族主義的思潮。這種民族主義的思潮，你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說了簡單是什麼？就是我想要變成一個更完整的主權。那對於日本來說，它的完整的主權的性質到底體現在哪裡？因為日本雖然說它要追隨美國的外交戰略，但是其實對於日本來說，這種東西追隨美國的外交戰略這件事情是不寫在任何法律上面的，這只是他們的一種政治行為。所以呢，這個不會明顯的體現出來日本是一個沒有主權的國家。但是最直接的白紙黑字寫在紙面上面的東西是什麼？就是憲法第9條，日本放棄戰爭權。所以這就是剛才歷史哥所說的，日本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武裝力量，它只有自衛的權利，它沒
有進攻的權利。日本這些右翼青年到底想不想用这個軍隊進行進攻？我們不要立刻放在最眼前，就是他們想讓軍隊擁有進攻權，這個是他們來展示日本是一個主權完整的國家的一個方式。我知道這個東西很繞，但是各位觀眾一定要稍安勿躁，我們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就是有沒有戰爭權是他們在追求的一個事情，要不要使用戰爭權，這個是另外一回事情。就是我們現在一直都在說嘛，大陸很多網民就說這次不許投降了喲，不許投降的意思是什麼？但日本得有權利跟那個中國大陸宣戰才行啊，你不然的話，他就作為一個自卫實體，他沒有辦法做這個事情。所以現在是日本的這些右翼青年，這些人他們爭取選票的方式是什麼？是挑撥國內的右翼青年人。這些右翼青年人想要什麼？想要的是日本顯得更像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是裡面，因為日本裡面一直有一個聲音，就是今天日本所遭受的這一些困難，還有發展的瓶頸，跟日本是一個被閹割的國家是掛鈎在一起的。因為日本沒有辦法正常的成為一個國家的實體的時候，它在很多方面的發展就受限。例如說，它可能就會發生像是當年Toshiba半導體、東芝半導體被硬生生做掉的事情，或者是說，我們雖然日本開發了很多的零組件，但是我們沒有辦法集成出口，不能做成整裝出口的時候，我們沒有這個組裝能力。但為什麼不能呢？因為這些零部件是可以賣，但是組裝在一起，你這個有戰爭國安的問題，你不能出口。所以最新剛剛的消息就是高市早苗跟維新會已經在談一個新的這個協調機制，要來擴大它的軍武安全相關東西的出口。而這個是日本從等於說50年代經濟崛起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技術積累，因為當時就我剛才前面講，美國把它當成了韓戰或者說我們朝鮮戰爭的後方基地，所以它有大量的這些。大家要知道，日本包括在大飛機、戰鬥機或各種美國的軍需工業裡面，它是有強大的零組件能力的，他們做了很多這些東西。但是問題就在於說，因為你都是一塊一塊出口，所以它的利潤很薄。所以日本一直有一種這種聲音，就是我們作為一個不完整的國家，一個閹割的國家，我們的上限有限，沒辦法真正開發出日本的潛力。你看，以前我們作為一個完整國家，在明治天皇的領導之下，日本是多麼的厲害，它是亞洲一，甚至要挑戰世界一這樣的一個角色。他當年對美國宣戰，他就是想挑戰世界一啊。所以這個是他們的一個核心的邏輯。所以我一直說，那這右翼的幽靈呢，就回到王蕭剛才所講的那一塊。然後呢，這個是第二塊，也就是我們說的，各位要注意，這叫做日本的青年的一代。這代人呢，我們剛才說了，他的一個呢是叫做对戰爭權來反映國家主權的這樣一個追求。但是還有另外一個，你會看到他們還有很多的政見，比如說這幫人也很反移民，你會經常在網上面看到這些人罵中國人、罵韓國人，這些人非常喜歡罵人，罵越南人，他們非常喜歡罵人。在那個日本的各種那種論壇上面，他們非常喜歡罵人，而且他們非常反移民。雖然說日本現在面臨的很嚴重的這個人口不足的問題，但是呢，他們也反移民。他們就是這些事兒肯定都是中國人幹的，這些人肯定都是韓國人幹的，就是他們認為都是這樣子。這種其實在各個社會都有嘛，對吧？我們如果說平時看那個社會新聞的話，這種人在全球任何社會裡面都有。但是呢，現在我們要注意，這些人已經進入到了高市早苗的執政聯盟裡面，要維新會作為他們的一個代表。我們再把這波人給拿掉。第三波人，這一波人呢不在朝在野，但是呢，他們有很強大的政治行动力和政治的催票能力，就是他们会去筹集资金，然后呢为他们所支持的候選人去催票，進行那個支持，然後進行一個助選。那這些人是誰？叫做神道政治聯盟。神道政治聯盟是日本的一個 NGO， 你可以類比於美國的槍支協會啊，他們也是美國槍支協會，就是他會去支持那些擁槍的那些政客來進行競選，然後呢，平時他們也會做一些小冊子，就是告訴選民，誰是擁槍的。但是這種方法，神道政治聯盟就更右了。神道政治聯盟首先它在哪些地方呢？它跟維新會有一個重合的地方，就是他們也希望新憲法，他們也認為這個沒有戰爭權是日本戰後扭曲的原因，所以他們是致力於修憲的。然後呢，他們還要更進一步，他們可能會在某種意義上呢，叫做沒有發動二戰的二戰前的那個日本，就是什麼？比如說非常強調天皇的男性血統，然後呢，要求建立靖國神社供奉國家英靈的儀式，要把這個東西變成國家儀式。現在日本的各個政客屬於以個人的身份去參拜靖國神社，而這幫人他們希望把參拜靖國神社變成一個國家儀式、國家大典。然後第三，他們甚至是反對女性工人。所謂女性工人什麼意思？日本的女性皇族如果結婚之後是要離開皇室的。然後呢，有一波人就說，現在日本的這個皇室越來越少了，因為生不出男孩來。那麼他們就說，能不能這樣子，就是日本的女性皇族結婚以後，把男方入贅到日本皇室裡面，不要讓日本女性離開，而是給日本的女性一個公號啊。但是這波人是反對的。然後呢，這波人也反對東京審判。然後呢，這波人反對過去是侵略戰爭，他們對於二戰的敘事就是亞洲解放戰爭，就是聖戰。
戰，這幫人搞聖戰，所以這幫人是很極端的。但是呢，這幫人目前也在幫高市早苗的這個政治聯盟進行輔選，所以你要看到高市早苗現在是3撥人：第一，安倍集团；第二，維新會，或者說維新會所代表的日本的右翼青年；第三，就是這些日本真正的極右派，甚至我们說潛在的軍國主義者，這是3撥人。這個被說叫黃日，對，黃日嘛，黃日這波人。那好，你看高市早苗需要非常穩定的在這3撥人之間踩高蹺。最糟的情況是什麼？就內塔尼亞胡搞了一波抽象人，在他的政治聯盟裡面。現在就是如果說你不繼續打加沙，那這波人就退出你的政治聯盟，然後你就垮台你就受審你就很可能完蛋。所以高市早苗需要做的是什麼？需要是在他的1年的考察期裡面，他需要穩住這些人。現在高市早苗的支持率非常高，如果高市早苗能夠穩定的度過1到2年的考察期，那麼下面自民黨很有可能支持他改選，重新解散議會，重新大選。到那個時候，高市早苗才會變成一個越來越朝正常人的方向去發展。這個是我對於高市早苗目前他情況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觀察，就是我現在不會對他進行一個過快的一個定論，就是高市早苗最後會變成一個什麼人。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就是他過不了這1年考察期，那他就下去了，最後他就是一個失敗者。失敗者我們就不討論了。各位觀眾，在政治裡面，大家必須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一旦不在台上，你說啥都是假的。鸠山由紀夫親華友華特別好，但是呢沒有用，說啥都是假的。村山富市，你看自民黨的出身，但是呢不在台上，你哪怕當過老總理沒有用，你說話已經沒有人听了，就是這樣的。人走茶涼，在政治裡面非常的現實。所以呢，高市早苗現在啊，你說他有一切的事情都比不過那最大的一件事叫做在位，這就是我現在的一個觀察。但其實啊，除去高市早苗之外啊，我們最近還看到了幾個啊比較有趣的一個政治家，比如說像這個李在明，我覺得他半隻腳已經踏入政治家的一個行列了。然後呢，還有2位君主，一個是泰國國王相對來說抽象。然後呢，西班牙國王呢，他的整個形象是非常正派的，這個是他王室的歷史決定的。這2個國家，一個東南亞的國王啊，一個歐洲的國王，這2個國家的國王最近呢也都來北京訪問了。所以這3個啊也是很有意思的。我覺得歷史哥，你會發現一些什麼東西？我來跟大家補充一下，因為剛才王蕭其實很深刻的把高市早苗的問題給扒開來，所以我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大家一定要切記，就是說第一個一定要超越情緒，因為你一旦情緒腦上頭的時候，你就看不清真相是什麼。未來這1年，高市只會更加的反覆橫跳，你會發現他常常在國內發表一些看起來有點激進的言論，但是呢，一跳到了實務問題上的時候，包含中日韓聯盟，就中日韓 FTA 在談判的事情上，他又非常務實，而且他會願意去推進這件事。因為大家也知道，要了解這個北京為什麼以最高領導人之姿去見了高市早苗，這件事情是有很強大意義。北京的做外交，我向來覺得他們在風險控管方面是做得很好，但是為什麼是這樣？那另外大家有發現，儘管發表非常強硬的言論，包含中國大陸駐日本代表辦事處，然後還有這個外交部發言人都講了相對強硬的話，或者在社媒上做了一些表述。可是他有一個 damage control， 他的傷害控管這一個範圍內，你會發現很有意思啊。這個他必須得對這個高市早苗的一些言論做出回應，但是同時他也必須對於大陸的輿情做出一些回應，但同時又必須符合國家的長遠的大利益。那我們都知道，對於整個中國的一個民主的偉大復興或者中國的崛起這一件事情上來說，現在亟待解決的是東北亞這個地方，因為東北亞我們如果畫一條線，是可以從北京連到首爾，連到東京，是在同一個緯度上，這個叫做中國的真正出海的路徑。南部出海路徑被台灣擋着，北部出海的路徑是被日韓給擋着。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們之前聊過嘛，我們如果把整個中國大陸的邊境分成3大塊的話，就是我們之前說北邊過去是俄國勢力範圍，也就是東起朝鮮，西到中亞最多到阿富汗，南部邊境從巴基斯坦到東南亞越南，這樣子劃成2個。這2個邊境其實現在都一個是好的不得了，合作上不封頂嘛，另外一個是最左右橫跳的印度已經跑來開了中印之間的直接航線了，所以就是海嘛。那出海這件事情大家也看到了，菲律賓現在軟弱無力啊，他現在為了這個治水避岸，基本上快把馬可斯給拖垮了。有機會我們找時間也可以聊一下他們，非常的亂。然後呢，上一次黃岩島的生態保護執行之後呢，突然之間就保護了南海的治安，這個有點神奇。所以現在最難搞，說實在就是這個所謂第一島鏈這一段。那這一段其實是整個中國的地緣政治在恢復到我們可以說是盛唐，或者是大漢，或者是甚至是明朝，甚至是清朝的時候，其實是最快。是過去其實在中國強大的時候，它都是一個依附在這個中國秩序的一個狀況。我們說的天朝嘛，那當然當代不能再講天朝，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新天朝，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平等但是有顯著領先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我們之前在跟蕭哥在對談的時候，其實我們也聊到這件事。所以呢，大家
會看到這個部分。那這就是為什麼要談韓國，因為韓國的做法是比日本來的更聰明，而且更加靈活。因為韓國有一個強大歷史傳統，叫做世大主義，以小事大，世是世界的世，很多人搞成世仇的世，不是哦，是以小事大。他懂得在如何跟中國做很好的關係的時候，保持自己的自主性，而這個自主性又不會讓中國感到不能接受，儘管不能完全接受，但是基本上不會到不能接受。你就看到朝韓他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就有展現出各自的屬性。當然，朝鮮是比較跳了，因為朝鮮還有二踢腳問題啊。台灣的同學就是核彈問題嘛，哈，和平問題。但整體來講，你也可以看到金正恩的靈活的展現。但當然，我認為他個人的手腕是超越了他的父輩的啦。那你看他現在，包含在9·3閱兵的時候的展現，好，再來就李在明，我非常同意剛才蕭哥的一個觀點。我覺得韓國的進步派確實還是比較擬人的，而且你可以在這些人身上看到一些屬於政治家的風采，包括文在寅再到李在明。其實這兩位仁兄雖然出身非常像，都是勞工人權律師出身哦，但是他們其實本來是不同派，在過去從政的階段也不到非常的 match 哦，非常的和氣。但是他們現在當然是攜手了，因為同樣受到了李習月的打壓哈，所以呢互相的做了很大程度上的和解啊。那我們就往下看李在明呢，我覺得他厲害的點在於說，他知道他不用像日本演到那種程度，因為對比整個美國在東北亞的一個核心，或者說在第一島鏈的核心其實是日本嘛，韓國是第二嘛，而且韓國相對是比較前線，所以李在明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首先第一個，他極力討好董王，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那3件套太厲害了，而且先去美國，並且甚至說出了過去韓國的進步派甚至是保守派一般採取的策略，就是經中安美，經濟看中國，安全看美國，有點像台灣的韓國瑜的4靠講法嘛，好，這個被人家罵了也不少，但大陸網友不喜歡啦，但是這是台灣的一個藍營的政客或者藍營的政治人物他向來的一個基礎觀念嘛，但韓國其實也是，但是他卻做了一個，我說沒有，新時代不能再這樣了，我們一切以美國馬首是瞻。所以在那個當下的時候，很多的期許李在明是文在寅第2的大陸的網民有一點失望，甚至是有一些維持憤怒的。但是回過頭來你看，現在中日韓 FTA 之所以可以快速的推進，其中韓國的角色至關絕尾，它很重要，因為我們剛才說畫那條橫線嘛，地緣政治有趣就在這裡嘛，那個線就是北京、首爾到東京，所以與其說中日韓其實是中韓日，而韓反而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核心角色，而這個角色在過去韓國的政府裡面，經常受到政黨的更迭而產生反覆橫跳的狀況，因為保守派就是尹錫悅他們這一派太過於親日而反華，然後呢進步派太過於反日，所以那就很難連線。但是從地理位置上來看，不是中日談好可以，你韓國不談好你就連不起來吧？中日韓看起來是個三角形，它是條線，它不是個三角形，所以地緣影響我們這東西是很多的。你是地理位置是跨不過的嘛？你要做中日韓 FTA，你船一定是先到韓國才到日本嘛？你的飛機一定是先飛過韓國才到，它就是這樣的一個邏輯。所以我們把這個地理位置一攤開之後，現在的進步派這個李在明，他比文在寅更加的懂得什麼叫現實主義的操作。所以呢，因為文在寅畢竟他有更高的理想值啊，所以他做的比較辛苦一點。而李在明呢又有一個優勢，他是以打倒尹錫悅上台的嘛，那這就相當於說尹錫悅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錯的，所以我才跟尹錫悅對着幹，我民調就高了。因為尹錫悅實在是太抽象、太臭了，而且還有一個點是，理論上美國人應該要支持保守派多一點，支持進步派少一點，因為進步派潛在的那一種左派思想跟美國的意識形態是天然的對敵嘛。即便是美國相對比較左的民主黨，對於韓國的進步派來講都很右，大家要了解，因為東亞的右派或左派其實都是在歐美看來都是屬於左派，大家了解。因為剛剛我们不是談到自民黨為什麼可以長期把日本變一個保守派，但是大家聊日本的福利是不錯的，太福利了，太舒服了。這在美國人看來，你們歐洲已經夠老左了，那他媽亞洲一堆老左，號稱右派自民黨，左的跟什麼一樣？他只是在嘴巴上口嗨民族主義，但他在身體上很現實，什麼老人津貼啊，像台灣也很嚴重嘛，說補假呀也不用錢啊，健保也不用錢啊，什麼都不用錢，反正你65歲以上，像是一路開綠燈。我爸爸來台北看孫子最爽的就是他的高鐵是半價，像這種在亞洲是常態，你知道嗎？五險一金裡面老人家是最重要的，對吧？因為我們有這種侍奉老人的傳統嘛，孝道嘛，所以你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再往前推進一個有趣的想法。李在明等於是他做任何跟尹錫悅打對台的政策，美國人都不好說什麼，因為確實尹錫悅太白目了。尹錫悅白目是什麼？他要搞政變也不跟美國人打招呼，所以搞得美國人現在對你這個保守派就非常的不爽啊！你們竟然放着尹錫悅搞這事，沒有人來跟我通風報信啊，這能接受嗎？就好，尹錫悅不說好了，你裡面總有一個懂事理的人來跟我美國報信嘛。我美軍就住在你韓國，結果你不跟我說話，你有這事嗎？你不要以為尹錫悅跑到美國去唱個美國派就沒事了，沒這種事，因為大家了解。
解美國人非常非常重視實際上的利從關係。老美就這樣，你要怎麼口嗨要怎麼玩，在你國際政治上都沒有問題，但是你私底下的打招呼、私底下的情報的給予、私底下的這一種遵守的線，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麼蔡英文懂得美國跪好跪滿，他這跪姿跪的讓你看都不覺得他在跪，看了一副大小姐輕輕鬆鬆、從從容容、游刃有餘的過去。像我們的賴桑就是不懂咋跪，所以呢，現在每天匆匆忙忙連滾帶，差異就在這裡嘛。這個叫智慧的，說好聽叫智慧啊，說難聽叫自帶看門狗性質的這個展現。李在明，或者說呢，現在這個南朝鮮，他現在已經開始轉型了。我覺得這個確實是，但我們要注意一點，就是我希望跟歷史哥還有跟各位觀眾我们探討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南朝鮮轉型的會比較快？為什麼會這樣子？李在明是一個什麼情況？這個首先我們還是要回到制度，回到遊戲規則。南朝鮮是總統制的這樣一個國家，它和日本不一樣，日本是內閣制，它是要議會的。所以說呢，日本首相的這個生死存亡啊，隨時可能發生變化。就明天他如果說黨內有人造反，你可能後天你就不是了。但是對於韓國總統來說，對於南朝鮮這個總統來說啊，除非你自己造反，一直有人被內韓跟反覆鞭屍啊。除非你自己造自己的反，不然呢，你還是挺穩的，因為他是總統制國家，他在總統的這個任內，他其實不太需要，就是說大家一直說小心的去運籌大家的情況。而且另外一點就是第二點，由於尹錫悅是錯的，那麼推翻尹錫悅的政策都可以是對的。那這樣就給了李在明很多騰挪的空間。就首先我不需要去叫做拍美國的馬屁，我只需要把美國給哄好就可以了。或者他不是需要拍美國的馬屁或者哄好美国，他只需要把特朗普給哄好就可以了。他甚至不需要把美國給哄好。所以我們就會發現，李在明跟美國聊的時候，你會發現李在明非常喜歡給特朗普情緒價值，他很放鬆啊。他一會兒說什麼，你趕緊去建個酒店吶，我非常期待我在你那個酒店裡面打高爾夫球。哇，你看呢，說的這個特朗普非常開心，因為大家要注意哦，這個是日本外務省的官員透露出來的一些信息，我們可以旁證來用到這個李在明做外交的這個身上，因為李在明應該說日韓的這些公務員之間是有很密切的聯繫的。日本的這些外交的公務員，他之前呢透露出來的一些信息，就是教大家怎麼樣子去處理這個特朗普，主要呢是說為什麼安倍能跟特朗普把關係搞得很好。這裡面呢他們說到了，首先啊，特朗普不喜歡對稿念，如果說特朗普現場說錯話了，你千萬不要打斷，不要糾正他。這個是美國國務院的那些官員對日本的外務省的官員說的，就是說特朗普不喜歡念稿，所以說特朗普如果說錯話，你千萬不要打斷他。就好像上次那個澤連斯基在白宮跟特朗普鬧出來的那個事兒，你千萬不要打斷他，你也千萬不要反對他，不然他可能現場就跟你掰。第二就是特朗普不喜歡跟他聊天的人念稿，所以我跟你说，這次高市早苗在見特朗普之前，他是說一般來說如果說你要見一個人，你大概就只是先過一遍簡報，因為你到時候要帶着簡報去跟人家進行雙邊會談的。但是呢，高市早苗是背簡報，高市早苗背了1萬多字的簡報，因為你到時候不能帶簡報進場，你要見特朗普的時候你是不能帶着簡報進去的。第三就是由於特朗普不喜歡看字兒，所以說你必須要嘗試用6年級的人的水平，把你所想要講的事情給特朗普講清楚，而且呢，你要讓特朗普感覺對特朗普有利。所以呢，安倍每次見特朗普的時候，他會帶什麼？他會帶圖，比如說他就帶一個簡易的美國地圖，然後上面標上哪裡哪裡哪裡是日本對美國的投資，然後5個用大錢袋子放到那個地圖上面去，然後上面的大大的那個標題寫着 Japanese investment 5，然後大大的一個5，用那個大寫字母 Japanese investment in the US， 然後下面一個大大的5，然後就這樣子，就特朗普喜歡看這種東西，而且裡面單詞不要超過6年級水平。所以說這個 CNN 其實有的時候不是假新聞，但確實是研究出來了，特朗普不喜歡看6年級以上的文字。Tremendous 而且呢，每一次你都要帶圖，就是你以前帶過的圖，你不能說哎，上一次不是給你看過那張圖了嗎？不，你每一次都要把上一次的圖都帶着，因為特朗普看完就忘了。你要現場有情緒價值，而且呢，你必須要保持長線服務，你的售後必須要好，你要做好特朗普總統的情緒售後。OK， 那我們來看一下李在明是不是全部都做到了？李在明全部都做到了。李在明是給你情緒價值，然後呢，直接告訴你我們投，然後呢，投什麼？你想投什麼我們就投什麼。你想投酒店，我去你的酒店打高爾夫。然後呢，什麼給鋼筆，你簽一下吧。你簽完這個鋼筆，我就覺得這個鋼筆很好，我來收藏一個，就是各種方面讓你覺得哇好爽。那這是李在明，但是同時你會發現他在國內說了，你在反華，他把反華跟尹錫悅掛鈎了，所以他就說你反華其實是在挺
挺尹錫悅，這是他給他選民的交代。你看，之前在選舉之前，他就已經跟他選民說了，為什麼我們要摻和人家的兩岸問題？我們看北京的時候，我們是你好；看台北的時候也可以你好。中國人之間的事情關我們韓國人什麼事？我們韓國人就是你好，你好，做生意。這是李在明對他的選民說的。那賴上的耳朵流血了，你知道？然後呢，李在明對國內的交代就是什麼呀？就是為什麼我要打擊這些反華的人？首先呢，你在無中生有，你在搞壞我們韓國的外交環境。然後另外就是這些人其實是在借着反華在挺尹錫悅，他其實在反對我們韓國的德摩克拉西體制，所以我們必須要打擊這波人。哎，你看他這個一搞下來，一方面挺了自己國內的選民，一方面又穩固了自己的權力，又打擊了尹錫悅等等的反對派，又討好了中國，然後他又把特朗普搞得很爽，他又沒有摻和到两岸問題裡面去。所以我們就說，李在明在這個時候給自己找到了一個非常好的生態位。李在明用自己手裡面一下收來一堆牌，他看了一下之後，在各個方面打出了一堆牌之後，他發現打順了，而且呢，把自己的國際空間給打開了。之前尹錫悅搞2年，把这韓國國際環境搞成什麼樣了呀？真的是 G7都不太好玩了，意大利都看不起你韓國啊！大家看韓國都跟看笑話一樣。現在突然發現，哎，這個小國裡面出來了一個政治家，所以我說韓國現在把路給走寬了。我們再回到日本來，為什麼說日本跟韓國它還是有具體根本區別的？各位要注意，韓國不是第一島鏈，美國在韓國搞的那叫半島問題，韓國在整個美國的戰略中自成一個體系，它是一個冷戰遺留，而日本有另外一個體系，那個體系叫做第一島鏈，而這個第一島鏈是從日本開始一路拉到菲律賓去，這裡面剛好有一個地方有一個武裝力量叫做台灣地區的國軍，所以說各位，我們又拉回來，我們現在把我們的情緒放到一邊去，我們來提一個問題：台灣有事兒，是不是日本有事兒？台灣有事兒，是不是說明第一島鏈開始出事兒了？第一島鏈如果出事兒了，是不是日本出事兒了？確實是這樣。這個戰略啊，我跟你說，你如果把個人情緒給放到一邊去，我們不要把國家擬人化，我們把情緒放到一邊去。這個戰略判斷，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美國的戰略家，你的目標是遏制中國大陸的崛起，或者說你今天是一個日本的戰略家，然後呢，你還是一個親美的，或者說你是一個安倍體系裡面的政客，你的一個戰略判斷是不是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說，當我们來看到這些的時候，是不是這樣的一個情況？確實是這樣的一個情況。但是對於日本和韓國，雖然他們的情況不一樣，但是對於他們來說，合理的政治選擇其實是一樣的。你如果說高市早苗他決定一路走到黑，當在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時候，他應該不需要遮遮掩掩，他不需要我不撤回這句話，他甚至可以直接回應啊，那就幹。他如果真的是一個極右翼，那他的回應應該是那就幹。如果他這樣說的話，他會非常討好神道政治聯盟那波人。來，各位，我們來跟着我的這個分析，我們繼續往下往。那他為什麼不這麼說？因為我認為他現在的目標，他說的這一切話，只是在說給他的國內的支持率，他並不想跟中國發生什麼。然後呢，希望搞出一個獨立的軍事戰略，或者希望獲得獨立的戰爭權。各位要知道，戰爭權是什麼意思？現在日本的軍事環境是什麼樣的，和他們如果有獨立的軍事環境是什麼樣的？日本目前的這個軍事戰略叫做美日安保條約。美日安保條約裡面有一個很尷尬的地方，就是日本不發動戰爭，但是美國發動的戰爭不算戰爭，日本是要跟美國的，要做後勤。如果日本有獨立的軍事的這個，就不單單是防禦權，它如果有宣戰權，那麼宣戰權的意思是什麼？歷史哥，如果你今天有了宣戰權，它的意思是什麼？掌握自主性、主動權，就是你可以宣戰，你也可以不宣戰。对，你也可以不宣戰。重點是不宣戰的權利，因為在美日安保裡面，一旦啟動這個條款，日本有1/5的土地是可以任由美國人來使用作為戰爭的一個目的啊。那這個是非常不一樣的狀況。我們今天平心而論，如果說我們把個人情緒拋開，雖然一方面我們已經強調了，就是我甚至有很多節目我都已經說了，所以說大家不要再去質疑我的立場是否愛國。我自己都有節目說了，我說日本它今天在美國的控制之下，然後呢沒有清算二戰的情況下，日本確實是一個反華體制。但是日本有能力跟中國開戰嗎？日本今天的老齡化，日本今天的財政，它的整個國債拉到200%，日本有能力跟中國大陸開戰嗎？連中國人都知道，如果日本人開戰，好多中國人都很開心，這次不要投降哦。難道日本人不知道嗎？日本人都知道啊，日本人也知道啊。日本人說，因為這次開戰了，我們好像沒有機會投降了，所以日本人也知道。那麼好，我們可以說這裡面有一個可能性，就是日本不玩崩的情況下，政治有很多種可能性，確實有一種可能性是日本玩崩了，最後呢，中日之間有一戰。但是呢，如果從目前來說，還有這麼一種可能性，叫做他需要用反華作為一個口號，爭取軍隊的更大的獨立性，讓日本的軍隊的獨立性只能從一種情況下獨立出來，叫做從美國的控制下獨立出來。中國大陸不存在控制日本的，日本如果想要有獨立性、有自主性、有更
更大的主權，這一切就是4個大字：忤逆美國。所以对於日本來說，我不能夠捲入對華的戰爭，這個其實才是日本，如果說是一個合理的日本政客，他今天要想的是什麼？他今天想的，我不能捲入對華戰爭。如果我一旦捲入對華戰爭，那沒戲了，那下一步就是被中國摧毀。一旦哪天中美之間出點什麼事情，被中國摧毀，對於日韓來說，反正我是當不了大哥的。日韓已經沒有當大哥的這種幻想了，韓國從來就沒有幻想當大哥啊，這個不好意思。日本已經沒有當大哥的幻想了，日本從被打趴了之後就已經知道自己是個洗斤幾兩了。但是日本要知道，在新的秩序之下，未来如果發生一個新的秩序，所謂的新秩序只有2種可能性，就是美國贏了或者中國贏了。在東亞這塊，雖然我們一直在說多極化，但是在東亞這個1畝3分地兒裡面，只有2種可能性，就是美國贏了或者中國贏了。其實這就是我剛才講新天朝觀的問題嘛，就是說表面上中國在重新營建一個更多極化，然後更加的彼此互相尊重、合作、和氣生財、深度的一個互動，包括我們看到 RCEP， 包括這個東協加急，但是它一定有個顯著領先嘛，所以這個一定要有一個核心，這是必然的結果。所以這就回應到剛才蕭哥所說的這個日本的這一塊，而且日本跟韓國，我補充一個看法啊，因為在台灣的一個觀念裡面，一直我們都是把韓國視為第一島鏈，在一些美國的戰略的討論裡面也是，但是其實剛才王蕭點到關鍵，韓國可以不參與第一島鏈，因為它可以是，它也可以不是，畢竟它是個半島，然後它的地緣政治其實它又像個島，因為它前面卡了一個非常封閉的這個朝鮮嘛，所以這個就是韓國它的靈活性，只是過去的韓國的領導人沒有這個能力把這件事開發出來，還有一些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我不認為文在寅的能力是輸給李在明，但是他確實沒這個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而李在明就遇到很好的一個機會。回到剛才講日本的話，其實作為一個支撐王蕭論點的一個說法是安倍晉三的做法。當安倍越做越穩的時候，他已經成為一個超長期首相，就是日本史上最長的首相的時候，他的具體做法就是你會發現他試圖在修補這個北京跟東京的關係，非常顯著的，而且當時其實已經談到了差不多了，就是要讓中國國家領導人到東京去拜訪，然後要開啟一個中日領導人的一個高峰會，就要在日本。如果是這樣，那是一個巨大的突破。而且安倍晉三當時因為他長期首相化，他出現一個特色嘛，你美國總統一直在換嘛，但是我安倍晉三久在其任，這也是他的相處川普的底氣啊。你川普在怎麼樣，你是新來的總統，可是我是一個長期的一個首相，我覺得這個就是說他的一個底氣出現的時候，其實差一點要成功，只是當然這個總有黑天鵝嘛。那你說這樣的一個戰略，作為一個長期在安倍內閣裡面做這麼久的一個重要閣員的高市早苗，他懂不懂？他絕對懂，而且高市早苗是個學霸，他其實相當懂。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copy 安倍。而安倍如何處理國際關係，就是在窗口期快速處理。你會發現安倍的整個外交政策完全是跟着美國總統是哪個黨來走的。雖然說賴清德很想學安倍晉三，但是賴清德不是一個好學生。安倍晉三是什麼？你看到安倍晉三在特朗普上來之後，他是先觀望，因為特朗普說要跟中國搞，他就好 OK， 我先跟中國搞。結果他发现特朗普其實沒有全力搞中國，所以他後面他在跟中國進行修補。因為你知道，在19年、20年的時候，中美之間已經進行了相對來說有效的談判。所以說，在安倍時代的末期，安倍是去北京去進行訪問，而且去推動中日關係的。但是為什麼後來他一下子180度又調轉了，又搞出來什麼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因為民主黨上台了，民主黨開始有一套新的話術了，所以他需要有新的東西來接招。那麼對於高市早苗來說，你現在在特朗普時代，你需要做的是什麼？他需要做的第一是在特朗普想要退圈的時候，他能不能接住這個茬，把日本爭取到更大的獨立性。一旦未來民主黨上台，那日本如果說沒有從這個戰車裡面掙脫出來，很有可能日本就要被迫綁上這個戰車了，那就有可能跟中國發生擦槍走火的事情。所以說高市早苗必須要借助這4年，首先他要坐穩自己的位置，然後在剩下的時間內，如果说能夠跟特朗普用某種交易的形式來爭取日本更大的獨立性，這是他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且呢，這是他如果說學習安倍可以學到的東西。一旦下一屆是民主黨的話，那這一些事情都不成立了。而我們看到台灣就是賴清德完全是沒有學到任何東西，他幾乎是按圖索驥，他就是相當於把美國給擬人化了，他屬於不是一個高明的政治家，這確實也不是高明政治家。他以為美國人都信民主黨那一套，他甚至完全沒有做特朗普上來的預案，因為他讓蕭美琴做副總統，讓蕭美琴做他的副手。蕭美琴跟民主黨的關係好，他本來的意思是讓蕭美琴去搞對美關係，現在的蕭美琴去美國能搞的就是吃閉門羹。現在所有的台灣的這些他的這個利益集團的人去美國都是吃閉門羹。你看之前那個林佳龍林先生不是去紐約嘛，請人吃飯，所有人都不來，
他還直接嗆 CNN 是 fake news， 這一點跟中跟川普合在一起了。你知道，台灣和日本都是霸权的挂件，但是呢，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赖清德，或者说整一个的民进党的赖清德的派系和赖清德的利益集团里面完全没有真正懂美國權力結構的人，他能夠把蕭美琴推為副手，就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了。而在另外一方面，日本現在到底會怎麼做？我的建議，我覺得咱們走着瞧，就不要太着急給高市早苗下這個定論。當然，他現在炒作台灣問題，我們在面子上面是必須要抨擊他的，但是他到底會怎麼做？未來會不會變成一個抽象人，還是呢，他慢慢會變得越來越擬人？我覺得大家可以來看一下。最後給歷史哥，所以最後我們做一個貫穿，大家可以看到這一輪的地緣的還有外交的新的狀況，事實上是整個2025年在收官的時候，它一個態勢的爆發。因為2025年我們看到了太多的東西了，包括新的武器，然後包括了整個這個實戰上面的一些變化，還有包含像是俄烏情勢、以巴衝突、中東的，甚至我們之前談過了巴基斯坦都變成了中東的核武保護傘，這種非常激烈的地緣政治的變化的時候，它在2025年的下半年集中爆發是在東亞形勢的轉換。而這個東亞形勢的轉換可以看到的是，美國它只剩下舊脈絡控制着第一島鏈，但是這個舊脈絡的控制它沒有辦法長出新的東西，所以大家就在這裡面開始做文章，聰明的就借勢就吐脫，而且還上了一層樓。李在明形勢相對沒那麼好，而且他起步的很晚了，像高市早苗，因為他才剛上來嘛，所以他必須還有一些轉換期。可是他也看到了一個窗口。那最笨、最愚蠢的就是賴清德，就是他在這個裡面不但輸得徹底，而且拿不出任何時機說服美國人。美國人是非常重視實力原則的，結果他在大罷免裡面輸得一塌糊塗。他所重用的人，如何去做所謂外交的人、涉外事務的人，蕭美琴、沈伯洋，然後林佳龍，還有所謂的口譯哥，這個是以前幫蔡英文做翻譯，然後後來派到美國去，大概跟我們差不多年紀的，看起來很清新。但問題是，民主黨欣賞這種小鮮肉，共和黨那些大老叔誰理你啊？然後這些人就都是做民主黨線的，就根本沒有空間。他為什麼那麼相信沈伯洋？因為沈伯洋拿到了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的錢嘛，開放社會基金會是拿的是 USAID 的錢嘛。然後馬斯克就把這個事情丟出來說，你看看開放社會基金會都是這個拿 USAID 的錢在這個裡面，所以好像看起來哇，沈伯洋真的在美國是線人啊，他有能力呀，好樣的，很有能力，是不是？第一個你在美國吃了閉門羹，第二個他絕對想不到中國大陸直接通緝他，所以我說這是一個整體地緣政治加外交態勢的爆發，而北京看到了這個窗口的時候，他是把這個窗口拉得更大，而且我開始四面出擊，然後還有就是我所謂的這個歡迎式的出擊，把你們家的君主帶來，包括挪威外長馬上也要來了嘛，那這些具體的招式，然後做不好的不讓他來，德國外長就來不了了，那這就是一個我來決定，我來控場，我來主控，所以2025年我們看到的最後的時候是看到了外交的重點或者是大平台，其實在北京，而這個以北京為輻射中心就是東北亞、台灣問題。這個朝韓的問題、日本的問題、中日之間的問題，甚至進而往外再輻射，再往外就擴展。而這裡面被打了一個找不着北，真的就是現在民進黨他不知道要怎麼做。他現在在爭取年底之前可以用過境外交的形式通過美國嘛？但上次極其丟臉啊！上一次去美國過境點叫做夏威夷，回程點叫關島，跟賴清德評級的叫關島總督。全世界哪一個自稱為所謂主權國家好了，或政治實體的領導人去跟殖民地的總督做外交，說這叫外交史上最大突破，我也就覺得民進黨這種死皮賴臉吹得出來，但他真敢，真丟死人。反正你就覺得非常荒謬嘛，那怎麼會有這種事情？自降格局到這種程度，然後他覺得洋洋得意，其實他心裡是發虛的。這也是為什麼通緝令出來之後，你可以看到沈伯洋慌成這個樣子，他的身份全部都暴露了嘛。第一個，他在美國那邊已經沒人撐腰了；第二個，現在沒有想到一個通緝令下來，他甚至只能直飛德國，他連轉機都沒辦法。他還敢去香港轉機嗎？他還敢去就是卡塔爾轉機嗎？他敢去新加坡轉機嗎？那試試看嘛，反正你都能試嘛。所以現在大家在沈伯洋的這個社群媒體下面最喜歡留言的是什麼？哎，委員多出國去玩啊，好好玩啊，支持委員公費出國，大家就很懂這個。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整個，我們把這概括之後，那一些線都在慢慢的發酵。所以今年是變，而我說明年是升，升就是往再上再升一級，我們會看到很多東
東西在升階當中，而這個升階就是基於今年的變局的一個改變。那所以今天我們把這整個貫穿下來之後，其實它那一條線是很有意思的。那最後又回到了台海問題的處理上，這也是為什麼最近我們可以看到北京在處理台灣問題上面的積極度跟各方面已經從法律戰進入執法戰，而在執法戰的同時呢，在歡迎台胞的力度也在不斷加大，包含像館長上一次再去的時候，非常明顯是景點是選過的嘛，誰會從北京跳丹東，丹東跳廈門，廈門跳漳州，這是有意思嘛？12天這個像是在玩跳棋一樣，跟他之前以一個定點為核心去逛，那一次上海的時候非常自然的，官方沒有任何色彩的，只是都要靠像王驍跑斷腿去到處去申請，還要被貼上標籤說哇，歷史哥跟王驍啊，這個絕對是中共同路人吶。現在我們呢已經被貼上這個標籤了，沒錯。而且啊，有人專門為我們寫了一長篇的紀實文學報道。我跟你說，所以這個事情啊，這3張通缉令加上啊這一個報道，我們下一次啊專門把這個做一期節目，跟大家說一說這裡面啊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兒。所以做個最後的總結，就是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風勢的改變非常的劇烈，然後在尤其這個具體反映到台灣的時候，它的劇烈程度更甚之。所以又回到我们之前导聊過的一個觀念嘛，當台灣的抗中的意識在減弱的時候，它其實也是具體反映了整個國際地緣政治的變化，包含最新台灣民意基金會游盈隆所做出來的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支持台獨的民意掉了快10%，這都有很強烈的風向的改換。雖然台獨還是自吹自擂說沒有啦，那是因為賴清德執政不好，所以它絕對有大環境因素。然後具體反映，包括我們上次去上海遇到的台灣光復80周年紀念在大陸實體化，明年度要升一級了，孫中山先生160周年誕辰擴大舉辦，這裡面太多有意思的東西了，所以又來一個經典的導式結尾。當我們把整個地緣政治探討之後，你就可以看到台灣的一些縮影啊。那也希望今天大家提供一個比較好的思路。這一期啊，這個是聊得太開了，聊得特別遠，還有很多沒聊的，所以我們要督促自己下禮拜要趕快再加緊更新一下。今天我們就其實是把這個高市早苗和李在明，我們其實相當於做了一個比較，然後呢，我們也是拉到整一個東亞的目前一個戰略轉換的這樣一個情況，相當於是一方面是兩岸問題，一方面是東北亞的問題，然後呢，一方面我們就把它串起來是一個第一島鏈的問題，然後呢，其實這上面還籠罩着中美問題，這就是東亞到底有多複雜，千萬不能因為任何人的一句話或者一件事情，我們就去把它進行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直面的判斷，這裡面肯定是有各種條條框框、兜兜轉轉，然後彎彎繞繞的。這個呢，其實也是啊，就是政治的有意思的地方。也歡迎啊大家繼續呢能夠關注我們島島連線，我們每一次呢都會把這些東西啊，這些彎彎繞繞，嘗試幫你起碼挖出來幾條，讓你看新聞覺得更有意思、更爽、更能看懂。至少吃飯的時候可以跟你的朋友吹個牛逼，這也就是我們的工作了，好吧？那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啊。最後大家記得啊，這個長按點讚3連啊，然後呢追蹤起來啊。那另外呢，也歡迎大家在 YouTube 啊訂閱我跟王驍的頻道啊，讓資訊呢隨時都可以有最新的更新啊。那最後還是再講一下啊，我們要繼續呢超越極限，變得更強。我們下次再見，拜拜。